哈佛最新研究表明啊，锂和阿尔兹海默症有关。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说新语。大家想象一下啊，你手中的这个智能手机有一种元素正在默默地为你提供能量，没错，就是锂啊。这个在元素周期表中排第3的这个氢的金属啊，密度小到能在水上漂浮，但是啊，它却承载着现代文明的重任。地球上的锂有多珍贵啊？全球已经探明的锂储量大概是2100万吨。听起来很多是吧？那实际上是相当稀少的啊。其中就在南美洲的里三角啊，就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就拥有全球54%的锂储量。我们熟知的锂电池产业啊，每年就要消耗30万吨锂。所以你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如果不发现新的矿藏啊，那地球上的锂可能会在70年内面对枯竭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啊，不是锂电池里的那些锂，而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一点点超级微量的锂。你想象一个令人震撼的对比啊，你的整个身体啊，这个60到70公斤重的这个碳基生物机器，总共只含有0.7到1.4毫克的锂，比一粒芝麻的重量还要轻1000倍。那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一个游泳池，那么其中的锂啊，就跟几滴墨水一样稀少。就是这几滴墨水的存在与否，就决定着我们大脑的健康和疾病。19世纪末的时候啊，有个澳大利亚医生叫 John Cadd， 他做了一个看似荒诞的实验，他把躁狂抑郁症患者的尿液注射给了豚鼠，发现这些小动物会变得异常兴奋。那为了这个稀释尿液中的毒性物质呢，他添加了碳酸锂啊，结果意外发现呢，这个豚鼠啊就变得异常平静。所以这个偶然的发现就开启了锂元素在精神医学中的应用。但凯的医生绝对想不到啊，70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们会发现啊，锂呢不仅能稳定情绪，还可能啊是对抗人类最可怕的记忆杀手阿尔兹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秘密武器。更有意思的是呢，在1970年代啊，一个研究发现啊，在美国的德州的一些地区啊，当地饮用水中还有较高浓度的这个锂。那么这些地区的暴力犯罪率和自杀率都明显降低，这个现象呢，后来呢就被称为什么呢？叫锂水效应啊。它提示啊，这个微量元素可能对我们人类的行为和大脑功能还是有深远影响的。那对于老年痴呆病啊，我们比如说啊，就阿尔兹海默症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繁华城市的缓慢的崩塌。如果你身边有这个病人，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你想象我们的大脑啊，就是一个拥有一座1000亿居民，就是神经元的这么一个超级都市。每个居民就是神经元啊，都通过复杂的交通网络，就是触突和其他居民交流。那这座城市的运转依赖于2个关键系统：第一，信息高速公路系统，由髓鞘包裹的这个神经纤维构成，就像城市的主干道，确保信息快速传递。那第2个是垃圾清理系统。由小胶质细胞组成这个清洁工队伍，负责清理大脑中的这个废物和有害蛋白质。当阿尔兹海默症来临的时候啊，这座城市就像遭遇了一场缓慢但是致命的灾难。这个贝塔样淀粉蛋白啊，就是像垃圾一样在街道上堆积成山。这个贝塔淀粉蛋白啊，它就阻塞了交通，然后tau蛋白就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就跟建筑物里边的支撑结构一样啊，就开始崩塌了。然后呢，神经的连接也断裂了啊，居民们就像我们建筑物的支撑结构一样啊，承重墙崩了，然后神经连接就逐渐断裂，居民们呢就失去了沟通能力，就是这些神经元就成了孤岛，最终啊，这个记忆力之城啊，我们说大脑是一个记忆之城，就变成了一座废墟。你要是深度的接触过这个病人，真的是这样，他什么都有，但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那现在全球啊，大概有5500万人正在经历这一场城市崩塌，而这个数字啊，正在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所以，阿尔兹海默症啊，它的群体是非常大的，它带来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那最近啊，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啊，他们这个团队呢，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震撼性的发现。他们通过对133名正常人、58名轻度认知患者和94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进行详细的金属组学分析，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规律，那就是人体血液中的锂浓度到底有多低呢？正常人的血液中的锂浓度啊，大概是0.00001到0.00014毫克每毫升。这个数字小到什么程度啊？就跟你把一滴血液放到一个标准游泳池大小，
那么其中的锂大概就相当于1粒盐的1/1000。但就是这个就是微乎其微的数值啊，哈佛研究发现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大脑皮层的锂含量比正常人低约3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锂含量更是低了50%以上。更关键的是呢，锂离子啊被大量的囚禁在了淀粉样蛋白斑块里边，就跟困在监狱里边没法发挥作用一样。所以这就像发现一个隐藏的犯罪现场啊！这个论文里边研究啊，他们的主要作者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淀粉样蛋白不仅能自己作恶，它成为垃圾阻塞交通是吧？它还绑架了本来可以保护大脑的锂离子。所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啊，目前看起来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主要的凶手啊。那为了真正的揭开锂缺失和阿尔兹海默病之间的这个因果链条，那哈佛的团队啊，在实验室里边呢，就启动了一台时间机器 （time machine） 啊，他们运用携带人类阿尔兹海默病的关键基因的转基因小鼠，进行了一系列极其精巧的动物实验啊。这些特殊的小鼠呢，就像一个疾病的活体模型，会随着时间自然而然的出现和人类患者相似的病理变化。实验的这个设计啊，绝对是堪称精妙啊！研究人员啊，为了让这些小鼠精心调配了2种特殊饮食，一种呢是营养全面的标准食物，另外一种呢是去除了92%锂含量的锂缺失饮食。那这2种饮食啊，在热量和其他营养成分上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变量就是微乎其微的锂。那仅仅5个星期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就出现了，那些被剥夺了饮食中微量锂的小鼠，大脑中加速堆积了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这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最核心的病理特征之一。同时啊，作为疾病的另外一个元凶啊，他们大脑神经元内的tau蛋白磷酸化水平啊，飙升了整整3到4倍啊！在行为测试中啊，比如复杂的这个水迷宫测试啊，挑战这些锂缺失小鼠的学习和记忆力出现了显著的下降。通过对大脑组织的深入分析啊，科学家们还发现它们的突触、轴突和保护神经信号传输的这个髓鞘都遭受了损失。同时，大脑的免疫细胞，就是小胶质细胞，也被异常激活，引发了一场慢性的小型战争。更令人警醒的是呢，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阿尔兹海默症模型小鼠上。研究团队发现啊，即便是原本健康的正常的老年小鼠，一旦从他们的饮食中拿走那一点点的锂，同样会出现显著的记忆衰退和大脑退化现象。这就仿佛是给小鼠的大脑啊装上了一台衰老的加速器，让他们提前经历了那段本应在生命晚期才缓慢发生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实验就有力地证明呢，生理水平的锂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脑维持正常功能、抵抗衰老和病变所必须的守护元素。那么，这微量的锂它究竟是怎么样在我们大脑中发挥这么关键作用的呢？科学家们通过这个单核的这个 DNA 测序以及很多的高精尖技术，深入到了分子层面，最终锁定了一个关键的分子总开关，一个名为 GSK3 贝塔的激酶。我们可以把 GSK3 贝塔想象成大脑中一个过度热心的管理员。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里微量的锂就像是给这个管理员的镇静剂，恰到好处的抑制它的活性，恰到好处的就是让它正常工作，让大脑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但是一旦这个锂缺失了，这个镇静剂失效了，管理员就我们说的 GSK3 贝塔就会陷入一种疯狂的过度激活状态，然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灾难。首先它会疯狂的给tau蛋白贴上磷酸化的错误标签，导致这些原本稳定的蛋白质结构扭曲缠结，最终形成了神经纤维缠结，毒害神经元。其次呢，它会大量的破坏一种名为 beta-catenin 的这个蛋白。那么这种 beta-catenin 呢，它对于维持神经元还有小胶质细胞和髓鞘细胞的健康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过度活跃的 GSK3 贝塔呢，还会直接激活小胶质细胞，让大脑的免疫系统从守护者变成攻击者，引发破坏性的炎症反应。最后呢，它还会破坏负责产生髓鞘的少突的胶质细胞，损害大脑的信息高速系统，最终呢导致信号变慢，最后中断了。所以这个发现是决定性的。为了验证这个 GSK3 贝塔，就是那个总开关管理员，研究团队呢给那些锂缺失的小鼠注射了一种 GSK3 贝塔抑制剂，结果奇迹就发生了。无论是淀粉样蛋白它的沉积，还是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还是小胶质细胞的异常激活，以及髓鞘的破坏，几乎所有的病理变化都得到了逆转。这就证明什么呢？锂正是通过调控 GSK3 贝塔这个核心靶点，守护我们的大脑。就这么神奇。这个 GSK3 贝塔这个管理员，它是不是正常，它决定了我们大脑的是不是疯狂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如果它的首脑疯狂了，你无法想象的。所以尽管科学家已经证实了锂的保护作用，但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摆在我们面前。传统的锂治疗疗法、锂盐疗法，比如说我们治疗躁狂症的这个碳酸锂，需要非常高的剂量才能生效，而长期大剂量的使用会对患者的肾脏和肝脏甲状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就像你用一把大锤去砸一个核桃，虽然能砸开，但往往里边的一切都破坏掉了。为了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研究团队就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精确制导策略。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名为乳氰酸锂这么一个有机锂盐。他们发现它和传统的锂盐比，它是有无法比拟的这个独特优势的。为什么这个乳氰酸锂更好呢？首先它是一种有机盐，相比于无机的碳酸锂它更容易穿过血脑屏障，就像有了一张 VIP 卡，是吧？能更有效地抵达大脑的各个主战场。更关键的是呢，它不容易被大脑中的罪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斑所绑架。研究团队通过测量16种不同锂盐的电导率发现乳氰酸锂的这个离子化程度是最低的，这就意味着它在溶液中更倾向于保持它的分子形状，从而不容易被带负电荷的这个淀粉样蛋白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和隔离，这就保证了更多的锂呢能够自由的在脑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困在这个犯罪现场，就是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块里边。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乳酸氢锂在乳氰酸锂它在极低的这个剂量下呢就可以发挥作用。在小鼠实验里边研究团队呢使用有效治疗剂量大概是每升水中4.3微当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每天0.1到0.2毫克。这个剂量比一小撮盐的重量都要轻上5到10倍，也仅仅是传统锂盐治疗剂量的1/1000左右，从而就极大的降低了产生对肾脏和肝脏和甲状腺这个副作用的风险。当这个哈佛研究团队把这种低剂量的乳氰酸锂通过饮水的方式，就是喂给已经出现了严重病理变化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模型小鼠之后一系列的奇迹般的变化就发生了。那么在病理学层面改善是非常惊人的。老年的 G20 模型小鼠的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沉积减少了大概70%。3XTG 模型小鼠中不仅淀粉样蛋白斑块显著减少，tau蛋白的异常磷酸化水平也大幅降低，大脑里边的炎症反应包括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过度激活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更让我们鼓舞的是呢，受损的神经连接和髓鞘也开始修复了，突触蛋白就 PSD95 的表达水平和髓鞘相关的 MBP 蛋白都显著回升。我们不管那些名词怎么样的总之这些病理上的逆转直接转化为认知功能的全面恢复。在水迷宫测试里边原本已经出现了严重记忆障碍的 3XTG 小鼠在接受了低剂量的就是乳氰酸锂治疗之后它的学习能力和长期记忆几乎完全恢复到了健康小鼠的水平，而使用同等剂量碳酸锂的小鼠都没有明显改善。同样在记忆力、学习能力和空间导航能力的各项测试里边，
治疗组啊，它的小鼠都表现出了显著的这个进步。那这个故事啊，最令人惊喜的部分呢，还在于呢，这种保护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患病的小鼠。当研究人员给健康的、正常的老年小鼠补充低剂量的乳清酸锂后，发现啊，它同样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减少大脑的慢性炎症，保护突触功能，最终实现呢延缓大脑衰老的效果。这就预示什么呢？微量锂的补充啊，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治疗策略，更可能是一种维持大脑长期健康的预防手段。那我们除了刚才论文里边谈到的这个实验室的证据之外啊，流行病学研究呢也提供了一些支持的证据根据丹麦啊，就北欧的丹麦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分析啊，这个国呀不同地区的饮用水中的天然锂含量和痴呆率者，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啊，它是有相关联的啊，有一个有趣的这么一个对比，就是饮用水中呢锂含量较高的地区，痴呆率发病量是显著降低的。锂含量和发病率它是负相关，所以这种锂水效应啊，它就提示什么呢？即使是环境中的微量锂，也可能对大脑健康产生保护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呢，研究团队的分析啊，就是正常老年人的大脑数据的时候发现呢，那些大脑锂含量较高的人啊，他的认知测试成绩都比较更好，工作能力更强，在简易智能状态检查中啊表现更佳。那么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蛋白质表达的水平也更高。就是我们生活中你看起来比较灵的人，可能他的大脑的锂含量就高，是吧？你就是锂高，锂高不是才高啊。那么尽管这个研究结果还是让我们比较兴奋的啊，但是啊，你这些发现啊，实验室的发现，它转化为实际的医疗啊，这个治疗过程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临床实验啊，目前的证据啊只是来自于动物实验，还是少量的动物实验。那么现在呢，它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大规模的人体实验来验证。第二个呢，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每个人的这个锂代谢能力不一样，需要个性化的剂量调整。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安全性啊，即便是低剂量的这个锂的补充啊，长期使用它的安全性也需要验证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创新的治疗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这种临床实验和监管认证。另外虽然锂相对便宜，但是临床应用的整体成本还是需要评估的。我们普通人更需要就是要正确理解锂的作用和风险说到这儿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奇到底是怎么测量那么微量锂元素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这个测量，如果这个测量出错了，我们讲的所有的全是废话，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想测量检测人体中这么微量的这个锂元素需要极其精密的仪器技术。你想一下，刚才我们讲过，要在一个标准游泳池中找到几滴墨水的确切位置和浓度，这就是科学家面临的最严苛的挑战。所以哈佛团队呢，它使用的核心设备就是一台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叫 ICP-MS。这台价值数百万元的这个精密仪器它能够检测呢百万都不是，是万亿分之一级别的金属浓度，不是百万分之是数百万美元，是万亿分之一级别的金属浓度。那这个 ICP-MS 它是怎么揪出样品中的那个微量锂的呢？这个电干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的它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3个主要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原子的电离。首先经过预处理的这个生物样品，比如说血液或者脑组织、消化液，以气溶胶的形式呢喷入仪器核心的这个等离子体柜中那么等离子体它是一种由氩气产生的经高频电磁场激发形成的这种超高温的电离气体这个能达到1万度。那在这种极端温度下样品中的所有的物质瞬间被分解、蒸发并原子化。
锂这些元素的这些外层电子会不剥离，形成了带正电的离子。所以，咱们东朝鲜有炮诀，你要是等离子体学，那就更厉害了啊。那么离子的筛选是什么呢？随后这些携带电荷的离子这些离子流呢，被引入到了一个高真空环境下的叫质量分析器一般都是4G杆。这个质量分析器就跟一个精密的离子过滤器一样，它通过施加变化的这个电场和磁场只允许特定质量和电荷比例离子通过。由于锂的原子量是固定的主要是同位素7的锂可以精确的设定仪器，让它仅仅对锂离子产生响应，就这4G杆。那么最终经过筛选的锂离子呢，到达了那个检测器。检测器呢会记录下每一个到达的离子，并把它转化为可以测量的电信号。信号的强度，它和样品中锂离子的原始浓度它是成正比的。那通过与已知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比对，就可以极其精确地计算出样品中的锂的含量。即使它的浓度低到100万分之1 ppm 或者10亿分之1就 ppb 这么个级别。这些仪器的检测精度就达到了纳克的级别，就是10亿分之1克，相当于我们说在1吨物质中找到1粒盐粒大小的这个目标物质。为了实现这么高的精度设备内呢是采用超高真空系统、精密的温控和电磁屏蔽技术，确保外界的干扰降到最低。那你没有这些精密仪器的支撑呢，锂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关系会永远隐藏在检测技术的盲区里边，谁知道它有多大浓度所以这就再次证明什么呢？先进的分析技术在医学突破中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改变世界的这个发现，可能就藏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微小突破里边。毫不夸张地说这台质谱仪至少包含了4项诺贝尔奖的成就，大概有10几位顶尖科学家的贡献从1920年一直到1970年代，到最终70年代密歇根州立大学，他们诞生了世界上首台的4G杆的质谱仪所以听到这儿，很多人心里都有个声音在问：那这么神奇，我是不是现在也应该吃点锂了，是吧？补充一点了？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千万不要我再说一遍，绝对不要补充任何形式的锂你自行补充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听起来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目前还是停留在实验室的起跑线上，它是基于小鼠实验和对上百人的初步观察，具体成为一个成熟的安全的治疗方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可能还有5年或者10年，是吧？科学的结论必须是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临床实验才能得出，在这之前任何抢跑都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所以呢，不管是这个维生素，还是作为这个神经元素的强大元素在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之间，实际上只有一线之隔。即便是在这个研究中提到的看似安全的这个乳氰酸锂它的长期安全性仍然是未知的。在没有任何严密监控的情况下这个擅自服用，无异于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真正有益于我们大脑健康的事儿呢？答案是很朴素，也很有效，那就是过去已经被证实无数研究证明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体育锻炼，维持正常的社交活动，多进行脑力挑战打打扑克、打打麻将，是吧？保持充足的睡眠，并且控制好血压、血糖这些心血管病风险。有时间你再多学2门语言，和发小和你幼年小伙伴见见面，多聊聊天，这是我们已知的最确切的能防治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手段预防手段。所以我们还是要对科学抱有希望，也对科学抱有敬畏把乳圈松锂还暂时留在实验室里边，交给科学家们去完成他们最严谨的工作。而我们呢，从现在开始看了我的视频，你就要开始健康生活了，该吃该睡睡这就是你对未来最好的投资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又想到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们要把我们聊的话题升华一下。大家想，锂是从哪儿来的呀？一个重量不到1/1000毫克，在人体中几乎察觉不到的这个元素，它是怎么影响着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记忆和意识的呢？这就是科学它的诗意所在。从
138亿年前啊，大爆炸里边诞生的这个锂原子，最终经过星际漫游和地质演化，最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在神经元的微观世界里边发挥着守护我们记忆的作用。就是这台大脑啊，它离不开锂的，所以锂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啊。也许10多年之后，当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你再想起我这个视频的时候啊，会发现2025年是一个转折点，而这一切呢都始于对那几滴墨水的好奇和探索。科学呢就是这样嘛，一个微小的发现就可能改变我们世界的未来啊。所以在等待更多临床验证的时候呢，请大家怀着敬畏之心，继续的工作生活，这就是我们锂和大脑故事啊，一个关于记忆、希望和人类智慧永存的探索。好的，这就是宋时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是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编写，但是任何医疗决策呢都应该咨询医生的这个建议啊。科学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我们希望期待更多的证据来验证和完善这些发现。再会，拜拜。